这一回返回家园，我目睹了极大变化。家园的四周因拆迁而衰败杂乱，拐过第三个弯口，我就看见和我家一共一堵西墙的邻居业已搬迁，只在我家的西墙留下砖头和木条的历史痕迹。那些痕迹过于古老，反而成了现代意味很浓的平面构成。太祖母的阁楼孤立在一方，显得苍凉无助，使人联想起峭壁上的玄奘木棺。晚上，太祖母被保姆搀下来吃饭，我走上去喊道：太奶奶！太祖母的眼睛遥远地盯住我，好半天说：下午我听到你的脚步了。我让妻子给太祖母请安，妻抱着儿，紧张的，甚至说恐怖的站立在太祖母面前。我一时想不起我儿子该怎么称呼我的太祖母，我只好替我不会说话的儿喊一声：老祖宗。太祖母在我儿的面前站立良久，两只手在我儿的尿布里哆嗦抚摸。后来太祖母笑了，她笑时脸上如旱地一般开了不规则下隙。我知道太祖母一定摸到了我儿的小东西。太祖母缩回手，在指头上蘸了些唾沫，摁在了我儿的眉心。我儿惊哭了一声。太祖母对我儿文不对题地喊：老祖宗。我以为这是个错误，但我无法破译这里的宇宙玄机。太祖母说：他们到底还是走喽。我知道他是说旧时的隔壁邻居。祖上爷告诉我，我们做邻居有日子喽。太祖母说。太祖母说话时，一口完整无缺的牙发出古化石一样的光泽。砌这房子时，崇祯皇帝还没有登基呢。太祖母说完了就长叹一口气，这个晚上再也没有说一句话。他的长叹在我耳朵里穿越了太祖母的沉默，彗星的灵光一样，一直倒曳到远古的明代。我看见了家园在时间之夜中波动，被弧状波浪拍打的岸一直是太祖母的牙，这真是匪夷所思。父亲送走太祖母后对我说：赶了一天的路，早点歇了，有事明天说，你们就睡我和你妈的床。父亲说完便打开了东厢房的木棂门，我记得那里头一直停放着太祖母的棺材。父亲每年都要上一层漆，黑中透红。棺材几十年来安静地随地球绕太阳公转，与阁楼中的太祖母相互推诿，相互盼望，期待赋予对方以意义、以结局、以永恒的默契。你睡哪儿？我问父亲。你太奶奶的棺材，父亲说。戚紧张地望我一眼，极不踏实，欲言又止的样。父亲安静地掩上门，随后东厢房就黑得如一只放大的瞳孔。刚上床，戚就说：怎么睡在棺材里头？我说：这有什么，都是一家人，生生死死都在一起的。戚说：再怎么活人也不能和死人住一起。我安慰戚说：这是我们的家风，睡棺材也是常事，有时还争着睡呢。早年我的一哥一姐夭折了，太祖母不许外葬，不就让爹埋在床下了。戚突然坐起来。哪儿？就床下。我用脚捣捣床板，发出空洞的回音。就在这块板的下面。戚的眼里渗出了绿光，他抓着我的小臂就说：你们家是怎么弄的？也不是我们家弄的，我说，家家都一样。戚抱紧了我的腰。我怕，戚说，我怕极了。